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部署米格31K 挂载匕首高超音速武器，米格31K将对北约构成多大威慑。俄军的一个军事动向尤为引发北约重视。美国媒体称，可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米格31K 被部署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将会是俄罗斯在这一方向的杀手锏。那请教一下张先生，您怎么来分析？加里宁格勒呢，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这样一个飞地啊。那么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是直抵着波罗的海啊，同时也这个直面啊中欧啊这样的一些地区，像德国啊这样的一些地区，这个打击范围可以直接到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同时对波罗的海上的一些这个军事目标也可以实施直接的打击。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它的这个武器啊，就是匕首加米格31K 啊。米格31呢，它是这个一个速度非常快的啊，我们叫截击机啊，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歼击机这样的一种这个战斗机的类型啊。那么它的这个飞行速度可以达到2.8个马赫数啊。那么这样一来，它作为一个匕首导弹的发射平台的话，就可以给匕首导弹一个比较大的初速度，而且匕首导弹它具有这种横向机动的这种能力，同时它可以大幅度的进行这个拉升和俯冲啊，就是对地攻击这样的一种这个战术动作。那么这样一来啊，目前世界上我觉得任何一个防空反导系统都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拦截。外媒报道，俄方计划在乌克兰以南的2个海域黑海和亚速海举行海军演习，已经罕见地派出6艘登陆舰前往黑海。这6艘登陆舰分别是克罗廖夫号、明斯克号、加里宁格勒号、彼得莫尔古诺夫号、乔治波贝多诺塞茨号和奥列涅戈尔斯基戈尔尼亚克号。他们来自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组成了俄海军特遣队。该特遣队除了蟾蜍级登陆舰，还包括排水量6600吨级伊万格伦级大型登陆舰彼得莫古诺夫号。对于俄罗斯跨区域调动6艘登陆舰前往黑海，有分析认为，一方面是为了参加黑海的演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支援黑海舰队，增强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因应近期美国不断向东欧增兵，北约在地中海秀肌肉等挑衅行为。因为乌克兰也是一个黑海沿岸国家，它黑海沿岸有很多重要的城市，所以不排除一旦有战事的话，那么这几艘登陆舰在黑海的沿岸有一些军事动作。按西方现在说法是，俄罗斯在北、东、东南3个方面对乌克兰形成一个包围，这是西方媒体说的啊。他就认为俄罗斯真打起来，三面有可能对乌克兰有一个夹击啊。那么东南面就是黑海，这几艘登陆舰有可能就起到一些登陆啊，或者是这种支援的策应的这样一些作用。2月12号，拜登迫于压力与普京通话超过1小时，但未见明显转机。拜登再次警告，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让俄罗斯付出迅速和严重的代价。俄方随后披露细节称，美国的歇斯底里已经达到了顶峰。对于美国给出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具体日期2月16号，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目前没有依据，而且所有这些信息只会引起恐慌，对乌克兰没有帮助。美国先是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部署第82空降师，然后拜登就要求在乌克兰的所有美国人撤离。请教一下李先生，对于美国这2个接连动作，您怎么看？他部署在这个乌克兰周边的这个波兰呢，主要原因呢就是一个他没有获得乌克兰的授权，就是进入乌克兰。另外呢，俄罗斯也明确提出画了一个底线，就是说美军如果要这个进驻这个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呢可能会采取一些更激烈的动作。它还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防范可能从乌克兰出现的这个难民呢涌向这个东欧。那么实际上拜登提出这个美国回来了，那么也是给这个东欧这些国家，北约的一些盟国做一个这个样子。你看我这个还是这个保护这个北约的相关成员国的。那么同时呢，就是美军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要避免重蹈这个喀布尔撤军的这样的一个撤离的这样的一个覆辙。那么
在阿富汗撤军的过程中呢，美国这个表现很糟糕。那么这次呢，美国这样做就是防患于未然，也便于接应从乌克兰陆路撤出来的一些部分这个公民，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不管是以前的越南战争，还是刚过去不久的阿富汗战争，美国都陷入了长时间的战争泥潭。如今又增兵东欧，张先生，您觉得假使俄乌真打起来了，美国会真的派兵进入乌克兰吗？因为只有纷争，大家才会更多的欧洲国家才会更多的去依靠美国才能更好的巩固它的这种主导的地位。所以它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动荡的态势一方面它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纷争的这种态势来牵制和消耗俄罗斯同时它又可以加强对它的盟国的这种控制。那么第二个方面，美国目前的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或者说印太转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也不想被陷入到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去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的战略安排可能就会被打乱。从美国来说，他更希望的一种状态就是我美国通过出钱出装备来支持乌克兰打一场代理人战争，真正的让他出兵，我觉得不太可能。